许是今日坐馆太久，我总觉得这腰酸背疼，哪儿都不舒服，也不知道兰溪公子的推拿之术如何。我就是问问，没别的意思。今日可算是便宜你了。放松，怎么有点紧张呢？我没有紧张，我是怕你伺机报复我。愿赌服输，放心吧。殿下，雍亲急报，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如玉轩的人被抓了。你通知春云、春雨，让他二人留守梁城，督促大坝修建，同时训练墨玉姬。你与我一起，明日一早赶回雍京。是。你醒了？我跟你一起回雍京。你都听到了？我跟你一起回去，我陪在你身边，你不要拒绝我。原来你早醒了。难道你刚才故意诓骗我，是想让我抱你？对，没错。好，我们一起回去。还是戚无对我好啊，这一看就是亲手做的吧？这天下莫过于戚无之我也。花言巧语，就会哄我开心。我没有哄你开心，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。此次去梁城吃了不少苦吧？那倒没有，梁城的日子虽说过得辛苦，不过也是充实的。等事情处理完，不妨与我细说说，你与殿下在梁城都经历了什么，如何？这2个月啊，可以说是精彩之极。等空了，我定与你好好说说。那有没有发生点别的？别的？哎呀，就是殿下就没有再与你表明心意？最近事情那么多，哪有时间理会这些啊？顺其自然吧。果然好吃。老师，我这次秘密回京，暂时不方便露面，所以暂居别院。如玉轩的事情，你快说说情况。凤大人暗地里找了刑部，没有发现失踪人口报告没有任何卷宗。我在江湖上打听，也没有人发现过他们。得知消息到现在，我们不间断的在查找，没有任何线索，至今也有半月有余。其他地方的如玉轩商铺呢？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不在雍京的暂时还都没有事情。如玉轩不过是几间商铺而已，他们如此的大费周章，是奔着饮泉水榭来的。估计对方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，就等着我们下一步。只是现在还不清楚对方是谁，他们到底要干什么。据派去三殿下府中的细作打探回来的消息，三殿下已经知道了殿下的真实身份，会不会是三殿下所为呢？
老三没有能力吞下饮泉水蝎，他也不会这么做。在父王眼皮子底下，不会大张旗鼓地抓人，只会暗地里使绊子，不像是他。那为什么抓如玉轩的人呢？他们目的何在呢？兴许是要和我做一场交易，被抓的人是他们的筹码，所以对方应该会让如玉轩的人活着，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你应该知道你的对手是谁了吧？我们猜的应该是同一人。在雍州做事这么肆无忌惮，背后之人必定权势滔天，天皇贵胄。雍州王室唐之势弱，本就被雍王打压强烈，根本就有心无力，所以此人只能是你的父王，雍王。你打算怎么做？父王应该是希望我主动站出来，把饮泉水蝎献给他。他还不知道我是谁，这倒是给了我时机。大王，这是微臣近期搜查到的有关饮泉水系的资料，包括人员部署、交易往来等等。目前只能查到明面上的商铺交易，而涉及到江湖各门派的情报网组织，由于每次都是不固定的人员，再加上都是单独联络，所以到目前还是没办法查到啊。布局如此之大，管理能力如此之严密，令人惊叹呐。若能运用于国家，此人能堪大用。是。有其他的消息吗？暂时没有。不过微臣根据大王的吩咐，已经重点查探了各王室宗族，并没有发现与黑风息相符合之人。这个人如果不是王室的，须以雍州官员的职位，与饮泉水榭一起归为国用，替我大雍效力。如果他不愿意，这股力量也不能让别人得到，毁了他。微臣明白。对王室宗族也不能掉以轻心。如果确定他是王室的人，那他急需这股力量，就必有反意，要斩草除根。是，大王以如玉轩为饵，相信对方应该能够了解大王的诚意。另外，我们也已经布局妥当，到时候请君入瓮即可。各位邻里乡亲们都来看一看啊！家里的这些人失踪了，如果有人见到这些人，只要提供消息，保证给予重金酬谢。来看一看，看一看啊！来，只要看到这些人，闹市里面发钱，制造大声势钓鱼的主意，也就你能想得出来。世人爱钱，银子能最快的达到目的，我不过是活学活用罢了。你看啊，这银子都快见底了，你等的人怎么还没来？只要提供消息，保证给予重金酬谢。来了。扰乱市井秩序，退后！全部带走！退后！看着，把人和架子全部带走！退后！走，走！我去了。走，快点！
臣有疑惑不解，还想问询殿下。老师，请说。殿下可知道，如果殿下的身份暴露了，大王知道了饮泉水榭的主人就是殿下，必定会对殿下起疑，揣测殿下有异心。父王最忌讳隐瞒，肯定会暴怒。三殿下那边不会放过这次机会，肯定会落井下石的。殿下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还要冒这次险呢？这次情况紧急，不比寻常。老臣请殿下还是暂避锋芒，前方之事大可不必再管，不能让人抓住任何把柄。更何况如雨轩上下本就是为殿下而生的死士，势必不会说出任何的消息。等殿下度过此次劫难，再替他们报仇不迟啊。老师，我组建饮泉水榭的初衷，本来就是为了保护人，何况现在，我再也不是小时候，完全有能力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。查到了，闹事那些被抓的人，从刑部张仲阁处转移到了东郊50米之外的一处宅院。刑部的张大人是大王的人呢？难道背后主使是大王？确实是父王。殿下早就知道。听说我二哥英明神武的事迹已经传到父王那儿了，父王的脸色好像不太好。殿下英明，事情正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着。如玉轩那边可有人愿意指证？正在严刑逼供中，目前还没有人愿意指证，已经确定窃国罪，不出多日即将用刑。必须要逼他出来，菊儿，此事由你牵头，放出消息。若3日之内不出来，他手下之人则杀无赦。你与张仲阁在旁秘密监视，暗中埋伏陷阱，守株待兔。是。老夫潜入地境调查，发现有人暗中跟随，于是老夫将计就计，反跟踪了那人。结果在那人府邸之内，发现了这封信。只是这无字之信应该是一种谜语，而传递谜语之人，估计就是幕后主使者。此事若和裘裘巨婿有关，便事关天下安危。等此件事了，我会让水榭的人立刻展开调查。那有劳殿下了。殿下，刚得到消息，3殿下进宫禀告大王，若饮泉水榭的幕后主使不出来，罗玉仙之人将在3日之后处死。3日之后，果真是风趣。他让我和父王相争，坐收渔利。那接下来该怎么办？事情不太对，着急行事，恐误入陷阱。我打算带人把如意县众人救出来。爹，此事事关重大，是否要和师姐和冯公子商量一下？不必跟他们说，他们肯定担心拖累我们，不许我们行动。但天双门赐过行正义之事，眼前这是惨案，我们不能视而不见。饮泉水榭幕后之人的名头，就由我们担下来，不能让冯公子陷入两难，这是唯一能两全的办法。是。殿下，天双门准备动手了，正如殿下预想的那样。好，我们就等着看好戏了。二哥，下步棋就看你怎么走了。让开，让开！撤！撤！让开！
这不是去往宫里的路吧？因为有人想见你。跳！殿下还是先不要说太多话，有些话先留着，一会儿慢慢说也不急。跳！二哥，你果然还是回来了。坐吧。今日你我兄弟二人，好好聊一下。我们有多久没有对饮了？有10年了吧？从你装病开始。那一年好像也是黑风息初入江湖吧？10年了吗？白驹过隙，时间过得真快。是啊，10年了，弟弟我毫无长进，二哥你倒是忙碌得很啊。我又何尝不想安眠？奈何刀悬未落，这10年却不可安眠。不过昨夜我睡得倒是不错，因为我想明白了很多事，也做了很多的决定。二哥这是要跟父王摊牌了？你说父王知道你是饮泉水榭的主人后，还会跟你父子情深吗？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，我何须摊牌呢？你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。你难道没收到如玉轩的人要问斩的消息？还是说你根本就不在乎？也是，你这个人表面仁义道德，其实根本不顾他人的死活，只是不知道那些跟随你的人这次会不会心寒。父王给了3日期限，要找饮泉水榭背后的人出来，我也给他3日。你觉得饮泉水榭的力量和雍州3殿下的生命安危相比，父王会如何选择？你要杀我？不，我不会对你怎么样，只是想看一下父王最终的选择。你这么做可有想过后果？和雍州正面抗争，饮泉水榭怕是再也无法在江湖之上立足了吧？他因我而起，我也可以不要他。我即使没有那个身份，也可以好好当我的雍州2殿下。别走！你让父王抉择，是不是因为你对我也一直怀恨在心？因为我比你更受父王的喜欢？我希望父王喜欢你，胜过权力，这样我便可以救下如玉轩的人。其实我一直都知道，伯府里有你的人，所以才故意透露消息。你的饮泉水榭破绽太少，我实在找不出什么有用的，所以只能依靠父王，看他与你相争。本来我看好你，但是我觉得你心太软，所以这次我站父王这边。所以我现在把你拉进来，你是筹码之一。
二哥，你别跟我装傻了，那帮劫狱的人是不可能敌得过禁军的。你不知道劫狱的事儿？别动！尔等还是束手就擒，立刻投降吧！把他们都押入天牢，带走。是。今早我收到消息，说有人会劫狱，我这才赶上了你的马车。原来你不知道啊！一个如玉轩，现在再加上一个天双门，二哥，看来这一次你终于要输一局了。这件事情因我而起，就由我来解决。如今没有别的办法了，以我一人来还大家。这个逆子，他竟然自己呈上折子，告诉姑他就是黑风息，而且年月日证据确凿。大王，微臣以为二殿下这么做，或许是事出有因呐。你不用替他狡辩。姑这个儿子，这个逆子，倒真让姑感到惊喜呀。黑风息、风兰息，姑早就应该想到啊。哼，好本事，好手段。老奴以为永平君是真心向大王来认错的。你这么替他说话，难道也是饮泉水榭派到姑身边的人？大王，老奴一片忠心呐。无论他有没有谋逆之心，此事已经不再重要。去吧，叫他回去。这件事情，姑自有定夺。是。父王，殿下，大王说了，这事儿大王自有定夺。殿下，先回去吧。父王，今日儿臣认罪，便也没了什么顾虑。就算父王要儿臣的性命，
儿臣也无怨无悔。你既然要跟姑说清楚，姑就给你一个机会。进去。你我相距不过数十步，可咱们父子之间到底隔了些什么，姑不清楚。你要是想跟姑说说，那就走过来吧。儿臣多谢父王。在你们面前的，不是我大庸的永平君，而是名动江湖的黑风息。你们不要小看了天下英豪啊！殿下，回去吧，啊，回去吧，殿下。小然与我说过，无论遇到什么，都不可放弃。哎呀！儿臣本来是
进来吧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。儿臣拜见父王，父千岁，千岁。给孤问安的是孤的永平君风兰溪，还是饮泉水榭的黑风溪呀？孤不敢确定，你这皮囊之下安的是颗什么心，孤看不清。说说吧，组建饮泉水榭的目的是什么？起初是为了自保，而后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。保护更多的人，这理由足够冠冕堂皇。狡辩！你问问你自己，这理由你自己信吗？儿臣所言句句属实。为了自保，儿臣迫不得已才要装病，暗中练习武功，组建饮泉水榭。而后，儿臣在江湖之上有所建树，饮泉水榭也日益强大。儿臣就想以此来保护更多的人，将所有收益用之于民，替父王负责天下。那这么说，孤得谢谢你喽，谢谢你欺上瞒下，谢谢你暗中结党，谢谢你意图谋反，还是谢谢你没对孤动手，没对兄弟动手啊？儿臣只是想把这件事情都与父王说清楚。说清楚？你说不清楚了。自你隐瞒那一刻，你还能说清楚吗？你可知道，自你所做的事情暴露在人前，不管你有没有谋逆之心，你都与那些乱臣贼子无异。不管孤相不相信，你做与没做，都已经不重要了。儿臣知道，儿臣进宫就是为了让父王对天下有所交代。此乃饮泉水榭各州分多的名录，以其如玉轩这些年经营的情况，还请父王过目。这什么意思？饮泉水榭本就是父王命儿臣所设，儿臣不过是替王分忧，这不正是父王所要的吗？来人，把东西拿上来。孤要的不仅仅是一个饮泉水榭，孤也知道，如果没了黑风溪，那饮泉水榭就是个废物。孤为何还要一个废弃之物呢？这酒名曰断伤，并非毒酒，但可化解内力。你不一向以文弱示人吗？那你便真的做一回文弱公子吧。儿臣
只有一个问题：父王这酒是何时为儿臣准备的？从知道你就是黑风息那一刻，既如此，你便是替孤组建了饮泉水榭。铁路，你指永平君封兰溪，为孤分忧，为国尽忠，加封永平侯。是。现幽州公主华纯然选婿，特令封兰溪带雍州前去参与。你的那些江湖人，孤先将他们押在天牢之中。你迎娶华纯然之时，便是孤释放他们之时。中反复纠缠。风姑娘，你已经3日没怎么休息了，不如先回去休息休息。若是殿下醒来，发现你如此憔悴的模样，会心疼的。还是我守着他吧。是。黑狐狸，你跟我说说话吧。那我跟你说说话。你知道，我最讨厌你现在这样面无表情的样子了。我会觉得特别有距离，所以你要赶快醒过来，睁开眼睛看一看我，哪怕你骂我2句，
都比现在这样好。你这个人倒是自信得很，不过你呢，缺点也是有一大堆的。脾气大，架子大，跟人不好相处。总的来说，你这只臭狐狸就是老奸巨猾。不过七无说，他说我说你这些缺点的时候，是会笑的。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臭狐狸在我身边，我才会觉得特别安心。你不是还有好多话没跟我说吗？你要是不跟我说完的话，我会生气的。我记你一辈子的仇，但是你说了也没有用，反正我也会拒绝你，不为别的，就想看到你这张不爽的脸。但是你今天要是醒过来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好不好？你使的劲儿太大，我有点喘不上气了。对不起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带领经过却能击中我心魄，绕阵阵心波，我却不想装了这么多年的病，试了那么多年的肉，没想到真正的虚弱是这个样子，内力全无。虽然有些心疼，不过也轻松了一些。这些年一直在暗中练功，还要瞒着那么多的人，现在不用再瞒着了。内力尽失算什么？黑风系在江湖上从来都不是以功夫取胜，而是靠这儿。我昏迷了几天？3天。辛苦你了。所以这3天都是你在照顾我吗？你能听到我说话？听不到。不过看你的样子，我就知道了。殿下，你可算醒了。多谢。情况如何？水榭各州分部的主力，我已经偷偷的撤走了，只剩下名单上的人。水榭虽然表面上归于大王，但实际主力未变。
那就好。哦，宫女来旨了，让殿下即刻前往幽州。我先下去了。我去幽州参加选亲仪式。我知道，你是为了师父他们的安危，不得已必须要去的。我也知道，你心里是不愿意去的。我陪你一起去幽州。现在这情况，我来保护你，陪着你。再说，我也想看看大东美女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后面一直有尾巴跟着我们，为什么不甩掉他们？父王自然不会只让明面上的人看着，这些人是用来真正监视我的眼线，他们会全程盯着我们，将我们在幽州发生的一切禀告给父王。只有这样，我那父王才能安心。就让他们跟着吧。你有何计划？幽州王宫。现在进宫，离选亲之日还有10日。这是水榭打探到的关于参加选亲的人选，还有选亲的基本规则。站在父王的立场，他并不想让我娶幽州公主。若我得到幽州相助，便有了翻盘的底气，但他也不想让我输给其他人，丢了雍州的面子。同时也想看看我武功被废到底还有多少价值。不过最重要的是，他想探究我内心是否懂他的心意。所以此次幽州之行，表面上是求公主，实际是父王的一道考验题。这道题的答案是忠心。只有表现出足够的能力和忠心，父王才能满意。白前辈等人自然可以得到释放。朝堂之上，果然个个都是七窍玲珑之心。一个幽州选亲，竟然也可以牵扯出如此众多的利害关系。这个我看过了，果然是大东第一美人，来的人都是天之骄子。不过这第一笔就是5笔，换作是你以前，自然是可以轻松通过。不过如今还是要想些办法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即刻进宫接近华纯然？是的，我还为纯然公主准备了一份大礼。擒贼先擒王，你还是聪明的。不过这个华纯然可不仅仅是大东第一美人，我听说她对幽州朝廷也是颇有影响的。以她这样的性子，若是与她交好，她能帮助我们斡旋5笔之事，自然会有办法。从她送舍利一事就能看出，这个人颇有心计，想要取信于她，其实并不容易。华纯然不仅聪明，而且极为机警。自帝京送完舍利，这一路上被人追杀，但是他早有预判，几次都死里逃生。不过像他这样的人，也极为防范他人。除非这个人与他毫无利益关系，也要是他喜欢的人，性格更是与他互补，要让他从此人身上感到好奇，而且这个人最好是女子，比如我。也只能是你，你性子极为洒脱，于这世间极为独特。凤七无能被你吸引，华纯然也如是。
我知道你担心白前辈以及天圣人的安危，所以我不想强求于你。来幽州之前，师父就与我交代过了，做事即随本心，不要陷入悲戚之中。这一路上我也想了很多，师父他们现在在雍京，暂时是安全的，更何况还有戚无他们照应。事情已经是这样了，还不如豁达一些，放平心态协助于你，也能更快的救出师父他们。公主这样嘛，说是大东第一美人都过于谦虚了。我看呐，咱们公主是天下第一美人。那是自然，听说因为咱们公主选婿，城里的客栈都住不下了。我还听说有几个公子还打了起来，城里的大人们都忙得焦头烂额的。谁叫咱们公主魅力大呢？公主，你跟奴婢们说说，有没有让你动心的呀？听闻冀州世子黄巢不错，这几天城里丁属他的名气最大。那刚到的雍州永平君，听闻也是雅致非常，风流倜傥。风兰溪到了。听闻这2日才到。那黄巢和风兰溪，毕竟都位于天下4公子之列。今日大王传膳在小云阁。知道了，我先去趟明色园。昨日那株墨雪已张了朵，今日说不定就开了，不用跟着了。是。原来世上真的有这样一位美人啊！都说牡丹国色天香，这位美人更甚花中之王。所谓美人者，以花为貌，以月为神，以柳为态，以玉为骨，以冰雪为肤，以秋水为姿。这位佳人当之无愧。若纯然未认错，2位定是大名鼎鼎的黑风白皙了。大东美人果然是有眼力，虽然长居深宫，却知天下事。并非是纯然眼光好，而是2位名声太广，尤其是饮泉水榭的主人黑风西风公子，纯然更是久仰大名。不知2位突然造访我幽宫，所为何事？当然是因为你选婿之事。我们本想过来凑凑热闹，没想到一进到城里，所有的客栈、驿站全部都住满了人。不过我这个人啊，不喜欢白跑一趟，立马就进宫来找公主。如此说来，倒确是纯然的不是了。公主巧笑倩兮，不因刚刚封女侠玩笑有所不快。如此胸襟，在下折服。2位过谦了。2位若是不嫌弃，可在我落华宫住下。纯然虽久居深宫，但对江湖之事也是好奇的很。公主千金之躯，如此平易近人，在下感激不尽。因此奉献一礼物，以表我饮泉水榭之诚意。礼物？公主是否在等人押送2个囚犯？路上有人想杀人灭口，在下当时正好经过，管了一二。目前已将证人带到城外，这是他们签字画押的证据。饮泉水榭可知天下事，果然名不虚传，连我幽州世子之秘辛都能知晓得一清二楚。不知风公子有何目的？公主莫要误会，我们只是想跟公主交个朋友，这个不过是见面礼罢了。公主风姿必要如这牡丹，出世倾国。我等愿为公主效劳，祝您冠绝天下。2位的诚意，纯然感受到了。只是父王传了午膳，得先告辞。沿着此路前往落华宫，稍后纯然一定尽地主之谊，与2位开怀深谈。有劳公主了。多谢。来，父王请。哎，
孩子们吃菜吃菜。是。纯儿，你回宫已半月有余，心情可曾好一些啊？回禀父王，纯儿已无事了。只是今天去了趟明色园，看见那满园子的花，又想起红儿，纯儿这心里疼得很。忠心救主，父王一定会好好奖赏他的家人。多谢父王，但纯儿更想报仇。前几日纯儿派人去德城，已经抓到了那对杀害红儿的母子。好，这样的人斩了便是。纯儿已经斩了。只是纯儿收到了一封信，那信上是那2个奸贼签字画押的证据。信上说什么？信上说他们是大哥派去的。父王，您切莫被他们挑拨。那信件纯儿已经毁了，况且大哥对女儿一向很好，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那2个奸贼也是为了活命，才会胡言乱语。父王，儿臣绝没有做过此事。都怪纯儿，又让父王担心了。无妨，无妨。你遇袭的事情，父王定会查清。放心吧，继续吃啊。大郎，你以后啊要对你妹妹再好一些，不然这些胡言乱语会影响你在父王眼中的形象。这世子之位可不是那么好做的。是，父王。来，谢父王。吃。来，吃。你给华春然的信他没有用。他用了，只不过用得更妙了。他这样，既指认了世子，又将自己摘了出来，显得楚楚可怜，毫无心机。搓揉捏拿，任我而为，好一个华美人！将属于女人的本领运用自如，实在是个聪明女子。这个女人似乎比想象中难以应对。你不必担心我，越是心思重的人，就越会觉得孤独，越孤独的人就越想交朋友，而我最擅长交朋友。你准备怎么做？先想办法了解他，从他身边的宫女开始。的确，以你的能力，应该很快就能和宫女们打成一片吧。我也会找机会去接触他。少主，风兰溪和白风溪已经进入了王宫，倒是聪明，知道借势。殿下，你要不要管一下那位风姑娘？基本上这些天来，她所有的表现只能用好吃贪睡的懒虫来形容。她一天里大半的时间都在睡觉吃东西，另一小半时间，则是和宫女们调笑嬉闹。莫要在背后说风姑娘的坏话。她这人就是如此。不仅如此，她还总是戏弄我们。比如说，她总是无声无息的突然出现在你身后，把你吓个半死的同时，又变戏法似的，将一朵美丽的花簪在你的鬓上，夸赞你的美貌。果然是白风溪，像风姑娘这般人物，在下由衷拜服。若有风姑娘相伴，此生定会笑口常开。下去吧，风姑娘在宫中是自由的，莫要约束她。知道了。
你这脸蛋儿啊，真好看，属于素雅之容，这种眉毛最适合不过了。真好看，好看吧？好看，你自己看看。真好看，风姑娘这是什么画法呀？拢艳眉。风姑娘可愿意教奴婢？前几日香云姐姐跟姑娘学了泪线腮，画出来可好看了。我让她教我，她愣是小气不肯教我。我那是跟风姑娘学的，风姑娘不说同意，我哪敢教你啊？她那个泪线腮啊，的确是不适合你。不过这拢艳眉甚是好看。你若是想学的话，我倒是可以考虑要不要教给你。只是说，规矩我懂的。晚上我让御膳房多给姑娘加道菜，菜不菜的无所谓，主要是得有条鱼，明白吗？我知道了。风姑娘，这是我进城采的花露泡成的茶，您尝尝。多谢，多谢。那个，您顺便帮我看看我这只步摇如何？我也想跟您学学这化妆之事。还有，风姑娘，我还想学点别的呢。我也想学，你们都别着急，我一个一个教给你们。好，不过我今日倒是有些事情，你且等着，回来教你们。谢谢风姑娘。真好看，是啊。这才几日啊，弄得整个乐华宫都快忘了真正的主人是谁了。哎，画美人，这个棋应该下在这儿。这个黑狐狸它就会下在这儿，如此你再下在这儿，它又会封这儿。哎，最后一个棋围起来，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活捉狐狸。没想到风姑娘棋艺如此高超。这不是高超，这是熟知狐性。人说江湖多草莽，纯然却不以为然。是不是所有的江湖人都如二位这般，通诗文，经六艺，知百家，晓兵剑，便是王侯子弟也不及二位？我倒是想问问画美人，是否所有的公主都跟你一样大胆，竟敢在宫中收留我们这种来路不明的江湖人？纯然既然敢留二位在宫中，自是认为看人不差。如二位这般奇特之人，对一生都将居于深宫的纯然来说，是一段最奇特的回忆，也可以说是最值得回味之事。所以我既得之，必珍之。得之珍之，不得，我命之。正是如此。画美人，你每日待在这深宫当中，就不曾想要出去看看？这外面无论是花草树木，又或是人生百态，可比这宫里精彩多了。出去看看，或许一开始会有新奇之感，但这世间有人的地方，又岂会有二般？我既不会纺纱织布，又不会耕田种地，更不惯粗茶淡饭，我要如何适应这寻常百姓的生活？我呀，就只会一些风花雪月的闲事，还有自小至大学会的如何在这深宫中生存。好，画美人这番话说的是甚好，我还以为你会像一些深闺小姐一样豪气地说，且将富贵弃如土，换得逍遥白头人。没想到你说出这样一番话，画美人果然是慧根慧眼，识人知己。看似你救山，实则山救你。殿下，大王叫您过去。二位请自便。说服华纯然帮我们，几分胜算。我觉得他对你没有防备之心，是时候与他说清楚了。好，这几日我便约他。父王为何找我？奴婢向传讯的宫人打听了，好像是跟公主私留的2位客人有关。看起来，这鱼要上钩了。纯儿，父王把你选亲的消息一经昭告，天下爱慕纯儿的男儿纷至沓来，不乏王侯子弟、江湖豪杰。纯儿告诉父王，你想选个什么样的驸马？是父王想要什么样的女婿？这世上能配上纯儿的人真的不多了，身份地位、才学、容貌，
能与纯儿匹配的，父王看中了2人，一位是雍州的兰溪殿下，一位是冀州的黄巢世子。那父王觉得呢？黄巢世子已在我王都，今晨父王已接见他，果真是才貌双全的英伟男儿。至于兰溪殿下，也曾有书信直达父王，心中亦有求亲之意。只是纯儿觉得如何？只是，若纯儿的驸马不是兰溪殿下、黄巢世子这等王族之人，而是一位才华卓绝的平民百姓，这样既可以辅佐父王，也不会心生贪念而图谋幽州。纯儿，你是不是看上了你宫中的那个黑风息了呀？那父王意下如何呢？纯儿，那黑风息乃卑贱的江湖中人，怎么能配得上我的女儿呢？可父王诏书上说了，不论贫穷贵贱，只要是女儿金笔钦点，即为驸马。哎呀，那只是那么一说嘛。难道你真的要以堂堂公主之尊匹配一介草民？父王所说，不论贫富贵贱，那只是一种笼络人心的手段。孤的女儿，论才论貌，当是一国之母才是。画美人画的不错呀，风姑娘，她长得哪有你画的好？你画的这简直就是天人。纯然画的不像吗？当然不像了，我给你画一张。画美人可看好了啊，这狐狸的脸呢，有一些长，像一个鹅蛋。眉毛呢，要这样长长的，这个地方要上挑。哎，这黑狐狸啊，天生生了一对勾人的丹凤眼，斜眼看人的时候吧，倒觉得有些妩媚。生得最好的就是这个鼻子了，让人还以为是一只正义的狐狸，不过花肠子可多了。哎，画美人可听说过薄唇者无情啊？他就是薄唇，这样的人看似好，实际上却和想象的不一样，你可得留心呐啊！如何？果然风姑娘画的更有神韵，能够如此传神画出风公子，想必二人知之甚深。我与他认识很多年了。那不知风姑娘可否帮纯然一忙呢？你想让我帮你什么？纯然中意风公子，想招他为驸马，风姑娘可否帮忙？此次向你求亲的人，可谓是网尽了整个大东朝的俊杰，其中不乏有冀州世子、雍州王子这样举世无双的人物，你偏偏却选了一个身份低微的江湖人。因为在这些人里，父王只看得上黄巢和风兰溪，而他们二人却是本国身份尊贵之人，必要考虑本国的利益。若纯然嫁去，其实纯然只想在往后的岁月里，能够多一些开心与真心。我一生的追求，便是一个女人所能享有的至高地位和无限荣光。无论嫁与谁，在哪，纯然都能富贵一生。风姑娘，信吗？我信。
纯然也知道，以后再也遇不到这样一个人，因此想让风公子为我留下。绝美的面容，聪明的头脑，深沉的城府，某些方面倒还真是挺相似。精明而善谋算，看透人世，却又贪恋富贵荣华，有着一颗玲珑心。还是第一次有人这样当面毫不留情地说我。不过确实，我就是这样一个女子。你本可以随便找个理由的，又何必说实话让我听？因为纯然这一生都从未有过真心相待的朋友，只有你，白风息。纯然希望你是唯一的朋友，不带丝毫欺瞒算计，只有真心相待。是因为我存于江湖上，对你造不成任何威胁。是。风姑娘可答应？你当真以为他对我动心了吗？相比感情，他更在意的是幽州的未来，以及他自身的权利。他之所以选择我，是因为我是黑风息，一个在江湖上势力强大，但在朝堂之中并无依靠的黑风息。而这也正是问题所在。我也是风兰息。殿下，你说这风姑娘会帮你吗？会的。殿下如何肯定的？这几日，她不是一直在跟你们打探本殿的消息吗？如此做来只有一个理由，便是帮助黑风息。本殿不过顺水推舟而已。原来他们二人入宫就是为了这个。那风公子还真像风姑娘说的一般狡猾多端，是聪明，懂得知己知彼的道理。殿下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。现在看着风公子啊，是怎么看怎么好。在你眼里，本殿是如此为情所乱之人吗？奴婢不敢，殿下定不是那为情所乱之人。我可是连雍州的风兰息都放下了。若选婿当日，你以雍州风兰息的身份出现，对于外人而言，风兰息就是黑风息，自然是良好如意。不过对于华春然来说，这是没有预料到的结果。对于这样的情况，他就不会将自己嫁给你。正是如此。他来找我帮忙，第一是因为我是江湖人，不会对他造成威胁；第二，就是想要试探你我之间的关系，想要通过我来影响你，达到自己的目的。正是。这世间的真情，当真这么难吗？本殿与父王说选择他，是因为他没有背景，且实力强大，足以助我幽州在6州中争雄。与风姑娘说选择他，会使本殿开心。这些都是实话，又都不是。那殿下到底为何要选择这风公子呢？因为他最有欲望，也最好控制。虽然他嘴上不说，但他内心是喜欢风姑娘的，但他还是来了，说明他有野心，也有欲望。这样的人最好控制。还是殿下深谋远虑。